这些事情虽然让任鹏飞苦思不解，但还未曾达到焦虑的地步，毕竟生意没了还可以再开，可青青的病情却容不得一拖再拖。但让他烦心的事情还有一件，青青的事情并未传出城外，他们急需什么药材的事情，知道的人更是少之又少，可对方竟知道得一清二楚，并且还找准时机抢先下手，这让任鹏飞不得不怀疑城中是不是有内奸。想到这儿，任鹏飞竟觉得浑身冒冷汗，难不成在不知不觉之间，某个对杜鄂城有什么企图的人或是势力，竟已经逐渐侵蚀到杜鄂城内部？若真是这样，的确是大大的不妙了。毕竟他到现在都不知道他的真正对手是谁。任鹏飞不由得于心底叹息一声，想了想，抬头吩咐道：把方圆数百里所有药店里的这几味药材全部买尽，这么大的事情不可能没有一点动静，你们再去查，要快，有什么消息就迅速传回来。交代完后，任鹏飞叫来自己信得过的手下，把自己对城中也许藏着内奸的疑虑说了出来。最后众人一致认同，这事不能急，只能慢慢排查，锁定目标，要不然会弄出大问题，导致城中上下人心惶惶，也许便中了对方欲从内部击溃杜鄂城的奸计。在没找出潜伏的内奸前，城中的重要事宜必须谨慎去办，尽量不要在信不过的人面前泄露。前两个是有了解决方案，但青青维持性命需要用的药材却仍找不到。纵然城中还备有将近半个月的药，可用光之后又该如何是好？任鹏飞坐在书房里撑额苦恼，希冀这个暗中与杜鄂城作对的人不要良心泯灭，置一个小小的孩子于不顾，最好是能交出这些药材，实在不行提出交换条件也好过现在这么无声无息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仓库里的一些药材逐渐面临短缺的危机。雅姑曾对任鹏飞说过，青青一断药，不到16个时辰必死无疑。可是直至现在，调查全无半点进展，派出去的人不管跑到多远的地方都求不到一丁点的药，这让任鹏飞焦头烂额。可在青青面前又表现得与往日无异，就怕孩子也跟着担忧焦急。眼看事情真容不得半点拖延，为了不让女儿就这么死去，任鹏飞正打算不计后果，以最快方式揪出内奸时，一封密信拿捏时间刚刚好，恰巧在任鹏飞下令前的一刻送至他手中。任鹏飞蹙着眉打开，阅尽之后脸色暗沉。对手终于主动与他联系，并提出交换条件，只要杜鄂城肯让出中原生意的半壁江山，就会把他们正需要的东西送上。杜鄂城乃中原第一大城，尽管生意遍布全国，但主要的经济命脉几乎全集中在中原这片土地上，并且杜鄂城因历史悠久，一些重要的行业已经被杜鄂城垄断，其他地方的商人别说插上一脚，连想借杜鄂城的名号坐收渔翁之利都照样被挤出去。也正是因此，写信的人一口气就要吞下中原的一半生意，对杜鄂城而言不至于一场灭顶之灾。信中狂妄的口气让任鹏飞恨不得一把火烧成灰烬，可一想起亲情，他就没有办法行动。也许真是因为血脉相连，才短短不到3个月的相处，他对女儿的爱护已经不亚于弟弟，更何况青青何其聪慧，又何其乖巧，他去看她时，言语间就能察觉出她的疲惫。他没有直接让她去休息，而是说：爹爹，青青吃过药后很想睡，你不用再陪青青了。有时又会拿出1、2本关于医药的书说：爹爹，这些是娘娘留给青青的，以后待青青学会了，就能够给青青治病了，那时候你就不会这么累了。看着自己如此懂事的女儿，任鹏飞的心
早软成绕指柔。看着他没什么血色的小脸，既不舍又心疼。可是父母留下的杜鄂成于他心里同样无法取代，现在面临要用杜鄂成去换女儿一命的选择，任鹏飞心如刀割。更何况若杜鄂成就这么没了，以后还有什么能力去给女儿找能够救治她性命的药？两难的选择让任鹏飞从日出枯坐到深夜。第二日一早，一言不眠的任鹏飞疲惫憔悴。他叫来任成飞，并召集他培养多年并且都信得过的属下。等所有人到齐后，便把他昨日收到的信交由他们过目。很快，书房之内静得让人连呼吸都难。任成飞最先回过神来，他愤愤不满地道：哥，写信之人狮子大开口，咱们杜鄂成又不是吃素的，和咱们对着干，怕的指不定是谁。任鹏飞淡淡的道：那好，为兄让你带人去把他们灭了。任成飞摩拳擦掌，再好不过。正要动身，随即想起一事。对了，写信的人是谁啊？书房里的众人更是无语。正因为从头到尾都不知道对手到底是什么人，是哪个势力，想要回敬都找不到目标，他们才会如此头疼。任成飞明白过来，摸摸鼻梁，蔫蔫地坐回原位。任鹏飞的目光在书房里的人身上扫过一圈，他找他们来就是想问问他们的意见，或是看看还有什么别的办法。可他们皆都沉默。任鹏飞明白，此时的确没有什么办法可想了。藏于暗处的对手在这时候才把信送来，看准的就是他们已经没有第三条路可走，要么亲戚死，要么把杜鄂成与中原的生意地盘让出一半。可到这份上，把人命与死物一对比，似乎也该清楚如何选择了。更何况亲戚是他女儿，是他辛苦怀胎生下来的孩子，是与他血脉相连的亲生骨肉。任鹏飞闭上眼，仰天长吁一口气，决心已下，交易开始。在中原最负盛名的酒楼里，任鹏飞面对一个看起来再普通不过的中年人，几张文书换来几马车的药材，用杜鄂成于中原的一半生意买下，算是世间最贵的药材了。在文书契纸交到对方手里的那一刻，包括现在他们所在的这间酒楼，曾经全属于杜鄂成的生意就这么落入别人手中。任鹏飞转身走得毅然，一直到坐进马车里，在人前的淡漠全然褪去，一下子竟似老了10数年，疲惫地卧倒在车中。任鹏飞不知道，酒楼之上一处僻静的雅间，一道颀长的白色身影直立于窗前，冰色的双眸目送他所在的马车远去，半晌才转身走回。一把纸扇翩然打开，挡住自窗外射入照在风华无双脸上的阳光。略显粗雅无情却格外魅惑的声音在不小的空间里流转：你所在意的一切，我将如数夺去，诚如你毁灭我所有希望那般。家中生意锐减，向来忙碌的生活顿时清闲下来。本来就憋了一肚子火无处可发，闷在家中数日，实在忍不下去了。任成飞向任鹏飞说一声后，带着一位向来随侍左右的护卫出了城。临行前，任鹏飞一再叮咛他道：如今外头形势不如从前，暗中对付杜鄂成的对手还没解决，你在外头需要多加注意，切不可再惹是生非，若有不对赶紧回来。在这种时候，任鹏飞最不愿让他出门，可惜他太了解这个弟弟的性子，逼得太紧反而更容易出事。再者这1个月来，城里再没发生什么事情，潜藏于杜鄂城中的内贼也被查了出来，正派人时刻盯梢，
因此任鹏飞才同意让他出去逛一逛。如今任成飞都已经虚岁20，再不是以前任性妄为、半大不小的娃，怎会不知道当下局势对杜尔成着实不利？只不过这段时日，城中诸事一直被不知名的对手打压，他气不过又无处施发，待在家中无处事事，更是心急浮躁，实在想出去散散心。想想只是出去走一圈，应该不会出什么事，才如此决定。所以对兄长的嘱咐倒是有放在心上。出了主城，任成飞没有到处闲逛，而是朝城中最大的一间玉器店直奔而去。前一段时日，他派人让这家店用和田玉做了一块观音吊坠，他打算送给侄女亲情以求平安。本来定好是1个半月后来取，后来城中惹上一堆麻烦事，他忙得暂时忘了这回事。现在出来，顺道就把吊坠拿回去。等他一踏进玉器铺，紧接着一愣，随即才反应过来，这家店也是让出去的店铺之一，难怪里头的人个个都是生面孔。也不知是杜鄂城名气大，他沾了光，还是他任大公子的威名人人皆晓。尽管店里的人任成飞一个都不认识，可一见任成飞这个眉清目秀、玉树临风的公子，本来立于柜台后算账的掌柜立刻笑开一脸褶子，热情地迎上来。原来是任二公子光临，快请进，您想要些什么，小店应有尽有，包您满意。说罢，脸扭向另一边，高喊：小木头，快给任二公子上茶。随即又笑脸望来，点头哈腰道：任二公子，您可是贵客，快请里头坐。任成飞立于门边，看着掌柜奴颜婢膝的样，心底陡然不悦，立即拉下一张俊脸，冷声道：不必了，我来取玉坠，马上就走。是，那还请任二公子出示一下凭证。凭证？任成飞挑眉，冲他冷冷一笑：我任成飞取东西，向来不需要这种东西。掌柜摩挲双手，笑得更是谄媚。可是任二公子，在我这小店里想取东西，只看凭证，不看人。任成飞一口气顿时提上来，横眉怒道：你什么意思啊？掌柜的视线在任成飞白皙如玉的脸上转了一圈，似乎嘿嘿笑了一声，方道：嘿嘿，任二公子，以前这店儿是你们杜鄂城的，你想怎么干无人敢拦，可现在这店儿和您一点关系也没有，不管你想做什么，都得按照这里的规矩来。任成飞眼角一跳，大怒之下蓦然上前一步，一把拽住这人的衣襟提起来，微眯眼睛呲牙道：你这个狗仗人势的东西啊！就算这家店不再属于杜鄂城，可你也别忘了啊，这里依旧是杜鄂城的地盘，惹火了小爷，让你吃不完兜着走。掌柜脸上的笑半点没塌，抓住任成飞手腕，只轻轻一扳，便从中拖出，退了一步，与他继续保持一步之距。任二公子，就算你想让我这狗仗人势的东西吃不完兜着走，要在我这店里取东西，也还是得出示凭证。你……任成飞气得欲动手，一直跟在他身后的护卫及时上前拦住，低声在他耳边提醒道：二爷，主上提醒过，在外切不可惹是生非。一听这话，任成飞再大的脾气也得暂时忍下来。他双眼冒火地瞪视掌柜两眼，重重哼一声，转身便走。掌柜目送他远去，收起谄媚的嘴脸，嘴角勾起一抹嘲弄不屑的冷笑。这次出门本来是想消气，结果却是火上浇油。成飞性子上来，走路横冲直闯，看不顺眼就推，遇上碍路的便踢，一路上不知道撞跌多少人，踢翻多少东西。随时他多年的护卫
知晓他的性子，此刻也只能紧紧跟随，不敢上前搭话。等任成飞走累了停下，眼前不远处的楼馆红梁粉柱，丝竹隐约，莺声燕语，香气扑鼻。任成飞不禁眼前一亮，连他哥哥都曾经是京城名妓的入幕之宾，可他对此等烟花销魂之地早有耳闻，却从未有机会进去一探。何况他早已成年，这种事情早晚都要经历。现在进去，就算什么都不做，就当见识见识也好。这么一想，任成飞也不顾护卫的再三阻拦，硬是走了进去。像任成飞这样风神玉秀的公子哥，一般的姑娘见了都恨不得扑上来，更别说窑子里的姑娘了。平素接待的都是些脑满肠肥、言行粗鲁的土财主老头子。好不容易这么俊的小公子上门来，能不喜笑颜开，能不更加热情吗？所以头一回走进青楼的任成飞，差一点被热情过火的烟花之地的女子们吓退出去。好在青楼的保姆眼尖出来得快，把跟蜂蜜见了花似的姑娘一个个只骂了回去。要不然任成飞就算再好奇，也忍受不住这么多人的过分热情，转身跑了。这位公子，您头一回来我们这儿吧？快进快进，老婆子我给你找个清静点的雅间儿。浓妆艳抹的保姆笑眯了眼，提起裙摆坐在前头带人上楼。公子，咱们这儿什么样的姑娘都有，你想要什么风情的？老婆子我给你挑个最好的。任成飞一边上楼，心眸在堂上扫过一圈，想起方才楼下女子们如狼见了肥肉般的神情，冷不丁打了个寒战，紧接着道：我要个文静的。不，我要你们这里最好的。来是没来过这种地方，可没代表他一点也未听说过。每一个青楼都会有一位头牌，才色艺德皆为上上之品，有时连大家闺秀都被比了下去。对了，你们这是月影楼吧？我记得你们这儿出了个很有名的头牌，听说还是中原数一数二的名气啊，是叫什么呢？对，冷蝶儿，那就找他。啊？保姆的招牌笑脸一僵。什么？保姆脸上立即又堆满笑容，讨好地说：这位公子，冷蝶儿确是我们这儿的头牌，只是现在蝶儿她有课，实在是不方便。我呀，给您推荐一个和冷蝶儿差不了什么的姑娘，同样是美艳无双，才艺过人，包您满意。本来因为玉器铺一事心里就不痛快，好不容易找到解闷的事情，说是要开眼界，现在却只是想见识名扬中原的冷蝶到底长什么样。现在被保姆两三句话驳了回来，让心性尚浅的任成飞如何不生气？任成飞凤目圆睁。我说你啊，知道美艳无双是什么意思吗？就是再没有人比她更美。既然她这么美，为什么冷蝶儿却是名扬中原的头牌啊？这保姆语结。这什么这啊？我可不管他现在有课没课，快把冷蝶儿给小爷叫来。保姆一个劲儿陪笑。哎呦，这位小爷呀，我们这毕竟是开门做生意的，来者皆是客，谁都不好得罪，要不然还怎么做生意呀？不如这样，您先找别的姑娘作陪，改日您再来，我让冷蝶儿亲自给您赔不是，如何？若是平常，任成飞还真不会如此较劲，只是在玉器铺里压下的一肚子火气正没处撒，见保姆一再推辞，心里头的邪火便这么越烧越盛，压都压不住。既然来者皆是客，得罪别人不行，难道得罪小爷我就可以？
你知道我是谁吗？啊！跟在任承飞后头的护卫见势不对，上前拉拉他的衣袖示意。任承飞一把扯开，根本不予理会，瞪着保姆一字一字重重道：小爷我可是渡恶城的二公子任承飞，开罪了我，从今往后你就别想再在中原里混了啊！任承飞此言一出，保姆脸色霎时一变，又立刻恢复。哎呦，原来您就是大名鼎鼎的任二公子，老婆子真是有眼不识泰山。任承飞斜眼看他，一哼：怎么样？现在可以让冷蝶儿来见我了吧？保姆脸上的笑，小心中带着讨好，他身子往下一欠：冷蝶儿能得您错爱，真是三生有幸。只是他现在有客，真的不……是谁啊？一直在吵吵嚷嚷，扰人清闲。一道略微粗嘎却又独具魅力的声音慵懒地插进他们的对话间。任承飞眉头一皱，抬头朝3楼望去，竟不由一呆。一个白衣男子随意且闲适地倚在栏杆前，长发披散，双眼微眯，鼻梁高挺，薄唇轻抿，胸前的衣襟半敞，若是其他人敢如此装扮，定然被骂衣冠不整，放浪形骸，寡廉鲜耻。可在这人身上，别人能想到的词只能是天质卓然，风情万种，风流不羁，举手投足令人心向往之。连任承飞这样的翩翩家公子都不禁看直了眼，更不消说旁人。本来还闹哄哄的整个厅堂顿时鸦雀无声，直至保姆轻咳一声，众人才如梦初醒。